早晨啊！呢一度咧就係慕尼黑嘅火車總站。咁我之前講過啦，因為我之前已經嚟過慕尼黑啦，咁所以今日咧我啲 friend 就會自己喺慕尼黑玩，而我咧就唔陪佢哋啦。我會坐火車去德國嘅另外兩個城市啱以及 Augsburg 自己行下嘅。完全唔識睇德文，依家揾緊究竟我係要坐係呢架車㗎啦，但係唔知係坐邊卡車同埋邊個位。烏爾姆啱位於德國西南部，地處多瑙河上游，係一座充滿歷史以及文化底蘊嘅城市，人口大概有13萬。烏爾姆嘅歷史可以追溯到公元85年，最初係一座國王嘅行宮，1184年被提升為帝國自由城市，享有直屬神聖羅馬帝國皇帝嘅高度自治地位。作為重要嘅經濟中心，佢擁有雄厚嘅財力。1500年左右，烏爾姆到達咗佢發展嘅頂峰，成為神聖羅馬帝國嘅第2大城市。但係喺之後嘅2個世紀中，烏爾姆被新嘅商業中心取代，財富被疾病、戰爭等原因一蕩清盡。到2戰嘅後期，更加被空軍轟炸，損失慘重，舊城嘅81% 被毀。喺眼前嘅呢一座呢，就係全世界最高嘅教堂啦。烏爾姆大教堂 Amminster 係一座哥德式教堂，屬於基督新教路德會。烏爾姆大教堂嘅塔頂高161.53米，總共有768級樓梯，係而家世界上最高嘅教堂。因為教堂嘅宏偉建築，好多時有人將佢誤叫做烏爾姆主教堂 Cathedral， 但係呢一座教堂喺歷史上面從來未曾成為過主教座堂嘅。喺14世紀，烏爾姆處於戰亂之下，政局不穩。但係當時烏爾姆嘅教堂呢，就喺城門之外1公里嘅地方，而當戰亂要將城門關閉嘅時候呢，大家就唔能夠上教堂啦。咁所以呢度嘅市民呢，就決定自己籌資喺城牆之內建造一座新嘅教堂。烏爾姆大教堂始建於1377年，但係到咗500年之後嘅1890年呢，先至正式完工。佢原本係天主教教堂，但係喺1529年馬丁路德倡導嘅宗教改革之中就被改為新教嘅教堂。1944年喺第2次世界大戰後期，民軍對烏爾姆發動空襲，教堂廣場周圍嘅建築幾乎全部遭到嚴重破壞，但係烏爾姆大教堂就奇蹟一般幸存落嚟，而且毫髮無損。但係部分中世紀嘅彩窗以及珍貴嘅文物，由於擔心喺空襲裏面受損而提前移出咗教堂，但係佢哋就不幸喺轟炸裏面被摧毀咗啦。而家烏爾姆大教堂每年需要投入幾十萬歐元嚟進行維護，以確保呢一座歷史悠久嘅建築得以保存落嚟。烏爾姆另一個聞名於世嘅原因係佢係偉大嘅物理學家愛因斯坦嘅出生地。
1879年3月14號，愛因斯坦喺烏爾姆出世。不過佢出世嗰棟樓以及周圍嘅地區呢，喺1944年嘅盟軍轟炸裏邊已經被摧毀。而家烏爾姆喺佢出生嘅地方附近設立咗呢一座愛因斯坦出生地紀念碑，以示紀念。愛因斯坦喺嬰兒時期只係喺烏爾姆住咗1年左右，之後呢就全家搬咗去慕尼黑，展開咗新嘅生活。呢啲都好冇禮貌喎，咁個屎忽對住我，又嚟啦，嗱，又嚟啦！呢一條河咧就係多瑙河啦，而我企緊嘅呢個位咧就係烏爾姆嘅城牆。咁以前咧呢個城牆咧就喺正河邊嚟嘅，即係個牆嘅另外一邊就已經係河啦，係冇下邊嗰個草地嗰個位嘅。咁呢家呢一個城牆咧剩翻落嚟嘅就只係有一座低嘅城牆啦，佢就唔係要嚟做防禦措施嘅，佢只不過係要嚟防止呢個多瑙河嘅洪水發漲。咁而高嗰個城牆咧，當年就已經俾拿破崙下令拆咗啦。呢一座好似金字塔咁樣嘅建築物呢，就係喺2004年先至開幕嘅烏爾姆中央圖書館，而喺佢旁邊嘅呢，就係烏爾姆市政廳，建於1370年，以佢外牆上邊16世紀中期創作嘅呢啲色彩鮮豔嘅壁畫，以及一座建於1520年嘅天文鐘而聞名。Augsburg 奧古斯堡位於德國南部，喺慕尼黑西北方大概1個鐘頭嘅車程嘅位置。而家呢度嘅人口大概有30萬人。Augsburg 建於公元前15年，係由羅馬帝國開國君主奧古斯都 Augustus 下令興建，係德國第2古老嘅城市。同烏爾姆一樣，喺神聖羅馬帝國時代咧 ，Augsburg 就被劃定係帝國自由城市，直屬於皇帝。呢一座係聖 Anne's Church 聖亞拿堂，建於1321年。喺1518年 ，Martin Luther 喺 Augsburg 同教皇使節樞機主教會面嘅時候咧，就曾經住過喺呢度。當時嘅樞機咧要求 Martin Luther 向教皇屈服，但係佢咧就拒絕撤回自己嘅主張，最後要連夜逃離 Augsburg，以避免被帝國嘅士兵逮捕。呢一座係奧古斯堡市政大樓，興建於1615至1624年，
喺當時嚟講係一座好高、好龐大嘅建築物。佢旁邊嘅係 Praetorium 佩拉赫塔，高70米，最初係建於10世紀嘅一座瞭望塔，而家係佩拉赫聖伯多祿教堂聖 Peter Amperlad 嘅鐘樓。呢兩座建築物而家係 Augsburg 最出名嘅地標。搞咩？炒車喺呢度，真係炒車。Augsburg 呢度有好多古運河同埋河道，咁所以咧呢度有好多條橋嘅。Augsburg 總共咧有530條橋，橋嘅數量比意大利威尼斯仲多。奧古斯堡主教座堂 Augsburg Cathedral 建於11世紀，採用羅馬式嘅建築風格。後來喺14世紀又增加咗哥德式嘅元素。好啦，而家咧就翻嚟慕尼黑，會合翻我啲朋友。咁而家咧就喺呢度揾嘢食啦。好似好正喎，不如就食呢間啦。